Hello，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看今天的韦恩有话说。好开心今天又可以再一次透过频道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韦恩在性别议题当中的一些观点。那今天韦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之前韦恩有聊过了性别刻板印象这一个主题，而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生理性别如何影响一个人看男女。生理性别怎么影响一个人看男女？其实在外观、在器官上面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我想这个是观众朋友们都非常清楚的事实。再进一步来谈到生物基因上面的事实呢，我想学过生物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不会陌生。男生的基因呢是 XY， 女生的基因呢是 XX。这两个基因生物上的事实，不只是影响一个人在器官外貌上面的发展，它也直接影响了这一个生物体在大脑的结构，还有肌肉骨骼的发展，也都会深受 XX 或 XY 细胞的影响。我们的生殖器官也是因为 XX 跟 XY 细胞的差异所衍生出不同的面貌。那这当中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力，进而影响一个社会会怎么看男女呢？根据普遍的生物的调查来讲，男性也就是所谓具有 XY 细胞的生理男性，他在肌肉、他在骨骼的发展上面，绝大多数跟具有 XX 的女性而言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我们暂时先把一些可能在这个所谓的性腺基因上面有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不列入讨论。绝大多数的男性在肌肉骨骼的发展上面跟女性是有很明显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在早期原始的生活环境，或者是进入到农业工业的生活环境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刻板印象当中，男性为什么通常都是属于比较粗犷、比较强壮，而且常常是需要去承担一些负重型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冒险型的工作？原因就在于男性的 XY 细胞对男性在整个身体结构的发展上面，它就产生了一个肌肉的耐受度，在骨骼的强健度上面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差异，以至于男性在面对一些高强度的身体的一个工作，或者是他在面对一些野外生活的一些生存的一个条件上面，其实是具有相对的优势，自然而然会被自身的群体定位成需要去承担具有身体力量的一个工作模式，而这个工作模式呢，会成为一个群体评估你这个男性符不符合一个男性的样子，符不符合一个男性应该具备的一个生存条件。而这个生存条件的存在，影响了这个群体的男人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一个群体的共同印象。回归到女性的身上，女性除了她在肌肉、她在骨骼上面与男性之间的差异之外，还承担了一个男性完全无法取代的角色，就是生育的角色。这个生育的角色呢，在一个社会的群体当中，发挥了一个对于女性的责任，就是她要为这一个群体继续的繁衍下一代，以至于让这样的一个族群是可以被延续下去的。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在谈男女平等的时候，女性生育的事情往往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敏感，这是女人没有办法选择，也是男人没有办法选择的客观事实。早年所谓的一个生存的需要，迫使男性要扛起这个责任，群体当然就会期待男人要能够在这个部分承担起身为一个男人照顾群体、照顾家庭的责任。而女性呢，在这样的角色分配上面呢，因着生育而承担起了要照顾孩子、哺育孩子、保护孩子成长的这样子一个养育的责任。这是一种社会的分工，而我们的社会能够运作，
分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其实社会在运作上面会产生很多的困难，而男女先天生理上的差异直接的影响了社会如何看待男女在工作上面的分工角色。谈到这，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否认，性别的刻板印象很多时候都是从这样子一个生理的事实现况当中所演变产生出来的所谓的社会共识。那这个共识会产生什么问题？这个共识如果只是停留在生存的需求上面的话呢，它不会有太明显的影响力。但是社会是一直在进步的，社会是一直在改变形态的。当今的社会已经从所谓的工业化、农业化的社会进入到所谓的商业化的社会当中，我们的科技也在不断的创新的过程里面，有许多出众的工作也逐渐可以透过科技的发展、技术的发展，调整成不是只有单一性别具有优势的工作的形态。而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就渐渐凸显出了因着生理性别的差异所产生的性别刻板印象。现在这个社会虽然已经商业化了，但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得见很多高度劳力的工作，男性仍然都还是占多数的。这并不是说女性不能，而是相对于男性他在肌肉或者是骨骼可以在长时间这个劳力的运作上面的一个支撑度的优势，的确是多过女性的。可是女性就真的不能这样子做吗？也不是这样的。如今社会形态开始改变了，科技发展也越来越蓬勃，我们所能够运用的资源、运用的工具也越来越先进。一些出众的工作呢，透过一些先进的一些辅助的器材，让女性也能够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在认知当中都是男性可以做的工作。农业社会种田收割都必须靠劳力，现在有了机械化的帮助，只要你懂得如何操作这个机械，连女性都可以在这个农业的发展上面付出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效能。工厂的一些制造的流程线上面的一个执行跟维持这个流水线的运作呢，有些时候女性做的可能比男性还要更好。因为女性有她的细腻度、稳定性，让她在执行这种流水线式的工作上面呢，反而比男性占有更大的优势。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生理的性别对于一个人的这个看待男女的这一个角色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力，我想刚刚我所分享的这些大家应该也都可以明白了。当然女性也有一个先天没有办法脱离的事实，就是所谓的生理期。这一个没有办法脱离的事实，这一点的确是男性没有办法体会的事情，它也成为了一种男女刻板印象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如何在现今的社会要做一些改变跟突破呢？这就是我之前的节目有提过的，我们要怎么打破这些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我们在过去因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生存的需求的使然，一些相对于比较所谓阴柔、比较不喜欢流汗啊这种很劳力型的一个男性，会在男性的群体当中被排挤出来。他在这个生存的贡献度上面是有影响力的，我们不能说他不对，但是为了生存，这样的男性在男性的群体里面就很难被接受。可是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在商业化的时代，我们很多的工作事实上真的是坐在办公桌前，已经不是那么花劳力的工作，反而是花脑力的工作。这个时候，这种特质的男性呢，反而在现在这一个时代，他会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因为他的细腻跟他的感性有一个不同视角的看法，他就能够创造出更多有趣而且很不一样的角度的一个创意。女性也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也不再被困在家里带小孩做家事，女性开始可以走出自己的家庭，
进入到社会，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一个贡献者。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科技的改变，过去觉得女性可能不太适合做一些出众的工作，有一些工作甚至下意识的会成为是一种男性的一个工作，像是机师啊，像是大卡车的驾驶员啊，像是军人啊这一类的。可是当时代改变了，科技改变了，不管是大卡车，它的驾驶的方式跟以前相比，飞机在整个科技的发展上面，女性的细腻跟女性的专注，反而让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成为一股安定的力量。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不能否认生理性别在男女上面的差异，的的确确还是会影响这个时代在一些工作的人力的需求上面的一些不同。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的，在所谓的建筑工地，女性的确也能够成为高空吊挂的一个工作人员，但是如果今天是在于一个劳动力的需求上面的话呢，男性的优势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生理性别在专业运动上面的影响力，因为男性肌肉跟骨骼发展的先天优势，男性跟女性在专业的运动上面，它在这一个基础的上面就已经产生了一个落差。所以为什么男女的运动会分开来进行？专业运动上面，男女之间的运动标准也是有一些差异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用男性的一个运动的标准来评价一个女性，因为生理上面的事实，就让女性很难在相同的标准下与男性共同在运动赛场上面去做竞争。最明显可以看到的有跑步啊、游泳啊、自行车这种很爆发性的一个运动，还有像举重、拳击等等这些会很重视力量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上面，男性跟女性它就是存在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能够靠后天来做改变吗？的确，后天可以透过一些方式，肌耐力的训练、营养品的补充等等的方式，让男女之间在肌肉的一个耐久性的上面呢，达到一些差异的减少。但是我们仍旧没有办法说这个差异就能够完全的消除。今天我想分享这个主题，除了我们要试着去打破过去所存在的一些性别刻板印象，对于男女过度僵化的认知之外，我们也不应该就否定生理的事实，仍旧还是会很直接的影响男女的差异。生理事实对男女直接影响的差异，跟性别刻板印象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生理的事实的差异，它所影响的，除了刚刚我所提到的，在一些工作形态上面，还有在运动专业赛事上面的影响，另外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医疗需求。男性女性本质因着基因的差异，在所需要得到的医疗支持辅助也是不一样的。而这一件事情不应该就此好像就要完全的被打破，或就此就否定了生理性别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们要打破的是什么？在面对男女的差异上面，我们要打破的是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个性别刻板印象是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所产生出来的。既然是社会化的过程当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社会在改变，我们对于男女的性别刻板印象也同时需要重新的去审视现在的社会有没有男女的认知上面应该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挪动。生理的差异这件事情，它本身既然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我们在探讨所谓的消除男女刻板印象的时候，生理性别不应该成为被消除的一件事，因为它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还是要再一次强调 XX 跟 XY 怎么影响男性跟女性的内分泌，怎么影响男性跟女性在器官在细胞发展上面的影响，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刚刚有提到有一些所谓的性腺基因发展异常的一些朋友，
这些人仍然是受到了所谓的 XX 跟 XY 细胞的影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发展上面有了一些异常，使他们不能达到所谓对于 XX 的细胞发展或 XY 的细胞发展、身体发展的一个标准值，但并不代表达不到这个标准值，它的 X 或 Y 这两个基因对身体就完全没有影响力，或完全可以忽略它的影响力。其实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社会要如何更平等的对待不同的人，在性别上面要更平等的能够去对待男女的时候，很多社会性的认知是值得被讨论的，很多属于社会脉络的认知是的确需要被打破，需要被调整的。可是在生理性上面的事实不应该存在的所谓的流动或可以被改变的，其实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论述。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今天的主题有任何的回馈，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宝贵的想法跟意见，或者你有想听听韦恩在哪一些性别的议题上面的观点呢？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你对于这种要公开的留言有一些担心的话呢，你也可以加入韦恩有话说的 LINE 官方账号，透过私讯的方式来告诉韦恩你的想法。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有不同的收获。我们下次见，拜拜。